老公每晚喂我1碗毒药，我只能面带微笑喝下去，然后再趁他不注意吐出来。我虚弱地扶着洗手池，看着镜中的自己，本是一张人人羡慕的脸蛋，如今脸色越发苍白，两腮深陷，双眼空洞无神。医生的话再次响在耳边：“李小姐，你也没帕金森，那些药就先不要吃了吧，长期过量服用，副作用会让你产生幻觉和抑郁。后果，我最近常产生幻觉，严重到已经影响我的生活，便去看了医生。而我的确也有好几次是死里逃生，所有人都说我自杀，可我清楚得很，我没有。这几年我都在备孕，除了叶酸和维 E， 只有每晚老公陈婷亲手给我煎煮的那些苦药汤了。陈婷说，这是她找老中医给我开的安神药，不但可以调理身子，还可以促孕。想来想去，我体内出现的左旋多巴和多巴胺受体激动剂的成分，极有可能就在我的保健品里，亦或者苦药汤子里。为此，我又跑了趟药检中心。我一个在那里工作的高中同学拿到结果后，还打趣我：“李佳，想不到你一个老实人也玩暗度陈仓啊！表面在备孕，却偷偷把你的叶酸片换成避孕药，你就那么不想要孩子？还有，你在你老公的中药里放安眠药，你老公可在药厂当主任，你就不怕他发现？原来我带来的3种药，只有维 E 没问题，中草药里含有安眠药成分。”而那瓶叶酸则是一瓶被调包的紧急避孕药。这位同学严重警告我，紧急避孕药不要一直吃，吃多了会造成血栓，到时候一命呜呼就得不偿失了。他还问我老公是不是有轻微帕金森症，因为在中草药里检测到左旋多巴和多巴胺受体激动剂的成分。他又絮絮叨叨说了一堆话，可我完全听不进去。此时我终于反应过来，原来我一直信赖的枕边人，不但外面有人，还要杀了我。几天前，我接到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：“李佳，我在医院看到你老公陪着一个女人做产检，那女人戴着帽子口罩，看不清脸，不过看他们关系应该不一般。如果你都知道的话，算我没说；如果不知道，你要做好思想准备。”我愣了好久，直到那通电话挂断了，我都没反应过来，心里的骇浪越来越高。主要是那熟悉的声音，那冷漠刻板的语气，给我打电话的是我的初恋林杰。我们是高中同学，他是富二代，我是高干子弟，他英俊帅气，我高挑漂亮，又都是学霸。那时，人人都说我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我们也的确非常喜欢彼此。高考后的同学聚会，我被一伙蒙面小流氓堵在了回家的路上，失去了清白，这件事成了我毕生的阴影。那时的林杰并没有嫌弃我，他安慰我，鼓励我，让我以最好的状态去上大学。可暑假还没结束，他就突然消失了。在知道他的消息时，他已经到了国外，而且还给我寄了封信，意思就是他本以为我被小混混逮住是意外，却没想到是我不知检点，到处勾引男生。同时他还告诉我，他已经和一个海外富家女订了婚，让我以后不要再纠缠他。骄傲如我，本不屑解释，更无从解释。一晃10年过去了，没想到他都回国了。林杰的电话像一个怀疑的种子，虽然我不相信陈婷会做出背叛我的事，可我还是给陈婷的手机做了定位，同时做了药检。定位显示，陈婷夜里根本没去单位，而是在一个我根本不知道的小区里。心烦意乱，我犹豫再三，还是给林杰打去了电话，并且我们约在一家咖啡厅见面。他比10年前更加稳重成熟了，只是眼中多了那么一抹忧郁。见到他，一股莫名的怨气让我脱口问道：“既然我这么不知廉耻，你怎么还愿意跟我见面？”林杰一愣，满眼受伤地看着我，还说明明是我有了新欢，不要他了。他简直就是恶人先告状，要不是那信我早撕了，我真想拍他脸上，让他看清楚。不过我瞬间就冷静了下来，苦笑着告诉他：“对，你怎么说都对，我们如今有各自的家庭，各自安好，这样挺好的。可我没结婚。”林杰低吼：“佳佳，你没给我个说法，
我的心里怎么可能再装下别人？林杰追问，在他刚刚出国那阵子，我到底交了个什么样的男朋友，让我可以与他一刀两断？我彻底愣住。你胡说八道！你明明写信说我们不合适，你嫌弃我的过去，现在又来装无辜，我怒了。林杰急忙拿出手机，翻出几张照片让我看，他说这就是实证。我拿过一看，这是老照片，是我和一个男生的合影。仔细追忆，我慢慢想了起来。那时我们刚毕业不久，同学赵兰过生日，请了很多人，我也去了。其实那人我根本不认识，不过赵兰说大家都是朋友，一起照个相没什么。我向林杰解释，刚要把手机还给他，突然发现一张抓拍中有个熟悉的身影。我将照片放大再放大，虽然像素有些模糊，但依然能辨认得出，那人居然是我老公陈婷。陈婷怎么会出现在赵兰19岁生日 party 上？我记得很清楚，我第一次带陈婷参加同学聚会的时候，她并不认识赵兰。林杰见我否定，问：这人你不认识？可为什么赵兰说他是你男朋友？我想都没想就反驳道：赵兰还说你要订婚了呢。他替我拿回来的信上，你说得很清楚。我和林杰忽然看向彼此，似乎明白了什么。老公有没有外遇的事没问明白，倒先要来了赵兰的联系方式，决定找机会问问当年好闺蜜是不是真把我给阴了。只是还没等我给赵兰打电话，就让我发现了惊天秘密。晚上，陈婷照例给我煎药，看着我喝药，我几次想问问她照片的事，但最终都没能开口。我找个了借口支开陈婷，把苦药汤子倒进了水池，抽屉里的维生素、一盒叶酸片也不敢再吃了。夜里，我又几近失眠，迷迷糊糊中感觉陈婷起床了。我假装睡觉，却一直竖着耳朵听。我以为陈婷会出门，可她却是一直在客厅打电话。我隐隐约约听到：你别催我了，我怎么可耐变心？你放心，我都安排好了，到时候所有的都是咱们的。我心下狐疑，不明白陈婷在说什么，我完全听不懂。我甚至一度怀疑，我是真的听到了，还是出现了幻听。第二天，陈婷像没事人一样起床做早餐，然后去上班。她做的早餐我没敢吃，热了杯冰箱里的牛奶，喝完后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只是等我醒的时候，却发现自己在医院。陈婷紧紧拉着我的手，眼睛红红的，显然是哭过了。我爸妈也在，我妈抹了把眼泪，后怕地责备我：佳佳，你怎么那么傻？你和陈婷还年轻，现在要不上孩子，不代表以后也没有。你别有那么大的心理压力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我糊涂了，我妈在说什么？还有，我为什么会在医院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目光不由得看向陈婷，我突然想到这2天发现的秘密，心中一凛，想把手抽回来，可陈婷却死死地拉着。她说道：佳佳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没能照顾好你，让你想不开。我好像明白了什么，可又不明白。这时，一个公安上前，他见我没事，让我老公在一份文件上签字按手印，然后又递给我，让我按手印。我看了眼，是份笔录，而内容竟是我开了煤气自杀。公安临走时说道：人没事就好，以后可别做这种事了。你死了，你倒是解脱了，可你的家人怎么办？今天幸亏你父母去看你，否则你的小命早没了。那么浓的煤气，一点火星，你的邻居都得跟着遭殃。我脑子里乱糟糟的，我就算精神状态不好，可我压根没想过自杀。我想解释，只是还没等我开口，陈婷就把我爸妈送回去了。我问陈婷怎么回事，她一口咬定我一定又是幻觉，所以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。而有幻觉这事，医生还有证明，我想狡辩都不行。回到家里后，我总是心神不宁。当天夜里，我喝了杯温水后去睡觉，夜里却被翻江倒海的胃痛折磨醒。我挣扎着想起来，却发现陈婷又不在。不过客厅却传来她打电话的声音：宝贝儿，那贱人的命还真大，咱们差一点儿就成功了。对，是我差一点儿就成功了。
跟你没关系。我的小宝贝儿，你别生气，7、8年都等了，还在乎这1年半载吗？李家都这个样子了，我估计用不了半年，他就可以进棺材了。你放心，该买的保险我都买了，公证也有，保证1分钱都丢不了。还有他爸妈的财产都会是咱们的，就算他死不了，我给他混在中药里的那些药剂也会慢慢逼疯他，到时候他自杀，凭警察再怎么厉害，也查不到咱们身上。我惊愕，心也彻底冷了下来。客厅里继继续续传来陈婷的声音：“宝贝儿，这也不能怪我，李家的命太硬。你想想看，那时候她都怀孕5个月了，我给她吃了那么烈的药，孩子没了她都没事。还有上次你找来的鼠药，不是我怪你，可你那鼠药也没什么用啊，她洗了次胃又没事了。”我完全被惊住。如果陈婷不重提那些差点要了我命的事，我只会慢慢忘却，更不会把这些意外往她身上想。我到底跟她有什么深仇大恨，让她这么迫不及待地想要我死？对了，她刚才还提到我爸妈的财产，她不仅算计我，还想算计我爸妈。谈话还在继续，我最后隐约听到：“你放心，她听不到。我在她喝的水里下了安眠药，这安眠药也是医生给她开的。哎，如果不是现在刑侦手段这么厉害，我真想让她直接睡过去。”安眠药果然有效，我再次沉睡了过去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天已大亮，陈婷依旧如往常那样在餐桌上留了早餐。可我已经知道了事实，看着曾经的爱心早餐，我不知道里面是不是还有什么奇怪的药来要我的命。一想到枕边人想置我于死地，这个家我是一刻也待不下去了。匆匆收拾了行李，我拿起包刚要转身离开，看着屋里的一切，我突然心生不甘。我走了，把所有的一切都留给他和他的情人吗？这房子是我父母在我们结婚时送给我们的，家里的每一件家具电器也都是我父母买的。我婆家因为经济条件不好，不仅没拿彩礼，连结婚的酒席钱也没出。可以说，从我们结婚到现在，他家1分钱都没出过。我的小命很重要，可我也不甘心把我父母对我们的祝福全都白白送给他们。愤怒在胸膛燃烧，我一定要抓出与陈婷合谋算计我的女人，我要让陈婷知道背叛与辜负我的后果。将家里环视一圈，我看到了我床头柜下面的保险箱。这个保险箱放的是我的首饰，以及存折、房产证，还有有价证券之类的东西。而我还有个奇怪的习惯，就是每过段时间都会换密码。不仅有保险箱密码，连邮箱密码、银行卡密码、游戏账号密码、微信密码，我都会不定期的更改。我迅速下楼买了张新的电话卡，插在一个废旧手机上，将手机调成静音和自动接听，后面再接上满电的充电宝，一起锁在保险箱里，并再次换了密码。我回了娘家，为了不让陈婷起疑，我给她发了短信，告诉她我妈担心我身体，让我回家住几天。傍晚，我早早地吃了几口就回卧室了，然后迅速拨通了存放在保险箱里那个新买的手机号。虽然这个时间陈婷很少会下班回家，但我也只是抱着侥幸的态度试试。竟然传来了叮叮当当和走路的声音，然后就是陈婷的说话声。她声音轻柔，处处透着小心。原来她把她的小情人带回了我和她的家，还亲自下厨给那女人做晚饭。我一声苦笑，她追我4年，我和她结婚3年，前前后后7年。她说只给我一个人做过饭，连她亲妈都没享受过她的厨艺，原来都是骗人的。要说我俩的当初，是7年前我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，一天加班回家时，路上遇到几个抢劫的。陈婷挺身而出，打跑了那几个坏人，还送我回家。从此我们算认识了，但我的经历让我根本不想和任何男性交往。他天天接我上下班，每个大小节日都有惊喜。我告诉过他我的过去，可他根本不介意。我动心了，可我爸妈不同意。我爸妈认为我们是本市的，他们又是高干，我是独女，长得又漂亮，为什么要找个出身乡下，要什么没什么的？他们倒不是对乡下人有什么偏见，
他们就觉得结婚这事不高攀不低就，还是门当户对更好。在我出神的功夫，我听到了那女人的说话声，我的心瞬间提得老高。陈婷，我都怀上你的孩子了，再过几个月这肚子就要盖不住了，你什么时候和那个死女人离婚？女人问。这声音怎么那么像赵兰？我和赵兰是高中同学，她长得一般，家里条件不好，学习也没我好，我俩本来并没交集。直到高中毕业聚会那天，赵兰被一群小流氓截住，我见义勇为，救下赵兰，让她去报警。可她由于太害怕，一去不复返，而我也落入他们的手中，造就我一生的污点。赵兰一直说我是她的恩人。后来我考入大学，她落榜，从此我们的联系越来越少，再后来就失联了。我不相信这个女人就是赵兰。只是下面的对话啪啪地打了脸。那女人说，要不我再把我几个哥们叫来，还像高中毕业聚会那样截他一次。不过一想起这事儿我就生气，你口口声声说爱我，怎么你还跟他那个？宝贝儿，当年你那几个哥们谁都不敢上啊。陈婷哄着，我要是不上，你的计划不就落空了吗？我的脑子轰的一声，刚才我还在想着赵兰曾经的胆小柔弱，原来我挥之不去的噩梦，竟是他一手安排的，而且施暴人竟然就是和我结婚的陈婷。人生的污点，10几年的心理负担，包括对陈婷深深的内疚，原来都是他们一手制造的。而他所谓的爱我，也不过是图财害命钱的遮掩。至于我和林杰之间所有的误会，正如我和林杰猜测那样，是赵兰之作。毕竟上学的时候，没有女生不喜欢林杰，赵兰也是其中之一。他们不仅毁了我的人生，也拆散了我和我的初恋。那天林杰还告诉我，当年赵兰以通报我的消息为由，经常和他联系，不断套近乎，以此来取代我在他心中的地位。可惜他并没有成功。滔天的愤怒后，我决定让这对狗男女付出应有的代价。第二天，我连着去了几家保险公司，找到陈婷给我买的2份巨额意外险，当然受益是他。保险我没退，只是将受益人改成了我父母。我不知道我日后会不会再次中了他们的计，如果真有意外，我也绝不会便宜了他们。我又去了公证处，对我那份财产做了遗嘱公证，在法律范围内，我绝不会让陈婷和赵兰讨到1分钱的好处。我拿着林杰给我的赵兰消息，查到了他的近况。让我没想到是，赵兰所在公司的老板，竟然还是我爸的老部下。利用私人关系，我成功调到赵兰所在公司，职位比他高，不过跟他却不是一个部门。我只给陈婷发了个短信，告诉他我工作有变动，这几天先去新单位适应环境，然后我就上班去了。赵兰只是前台，我上班的时候她还没来。中午午休，我打扮得端庄亮丽地出现在她面前，在别人恭敬地叫了我几声李总后，赵兰惊愕地看着我。赵兰，不认识我了？我是李佳呀，我刚入职，想没到咱们多年不见，竟成了同事。我笑着和她打招呼。赵兰有些反应不过来，不过她的同事倒很羡慕她在管理层还有朋友。中午我们一起吃饭，赵兰显得很局促，我一直问她近况，特别是个人感情问题。赵兰一直左右闪躲，我心里冷笑，不过却语重心长地告诉她，你年纪不小了，踏踏实实找个靠谱的，有人疼的日子真的很幸福。比如像我故作陶醉状，将陈婷对我的好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遍。我看到赵兰先是隐忍的愤怒，然后眼中尽是嘲讽。她肯定嘲笑我都被枕边人算计了，还傻乎乎的得意。不过我接下来的一句话让赵兰整个人都不好了。我说，陈婷一直说我颜值智商都在线，出身学历工作样样都好，讨我当老婆是她这辈子最大的福气。嗨，我也知道，不过情人眼里出西施而已。下午我听别的同事说，赵兰回到前台后一直很暴躁，甚至还得罪了一个很重要的客户，被他领班好好训斥了一顿。这才哪儿跟哪儿。快下班的时候，我给陈婷打电话，说我刚刚恢复上班，有些不适应，头晕得厉害，
还吐了2回，让他来接我。当陈婷知道我在哪儿上班时，电话那头沉默了好长时间。我叫了他好几声，他才支支吾吾说今天有事，恐怕不能接我了。我撒着娇说我的同事都羡慕我有个好老公，你可不能关键时刻掉链子。在我的软磨硬泡下，陈婷终于答应来接我。我不知道陈婷有没有提前告诉赵兰，不过陈婷来时，我故意装作和她很恩爱的样子，就像我知道她害我之前那样。我还将陈婷拉到赵兰面前，大大方方地介绍他们，看得出陈婷和赵兰都很尴尬。就这样，我以头晕不能开车为由，天天让陈婷接送我，还一定要在赵兰眼前秀秀我们的恩爱。越是恩爱的情侣，越是受不了他们之间有别人介入。虽然赵兰知道我是陈婷的老婆，但知道归知道，亲眼看到我们之间如何恩爱，才是真的刺激。而且我还买了不少贵重首饰，有意无意在赵兰面前显摆，告诉她这是陈婷买给我的。赵兰刚刚怀孕，本来对陈婷一直没能解决我，并和她结婚心有怨念，如今天天看到陈婷对我好，她果然愤怒了。连着几个夜里，我都听到陈婷在客厅给她打电话，各种好言好语安慰，同时对我的语言攻击也是越来越恶毒。不过我都有心理准备了，我不但不生气，反而很高兴他们已经进入我的计划中。离人先离心，让他们反目，是我计划的第一步。当初赵兰是怎么离间我和林杰的，如今我就怎么离间他们。当然，我做的会比赵兰高明很多。回到家，闲谈间我告诉陈婷，公司中哪个男同事对赵兰有意思，或者是赵兰和哪个男同事一起去吃饭了。陈婷渐渐接受不了了，毕竟没有哪个男人能接受自己的女人给他种草原。到了周末，我的几个同事拉我去夜店，还说那家夜店帅哥特别多，公司里的老女人赵兰就特喜欢去。看着那几个同事提起赵兰时揶揄的眼神，我好像嗅到了什么秘密。赵兰怀孕，按理说就算她喜欢去那种地方，此时也应该收敛一些。我压根儿没指望会在那种场合遇到赵兰，可我还偏偏看到她了。她穿得像个映照女郎，虽然小肚子有些鼓，却依旧不阻碍她在这里的风骚。这种好戏怎么能缺了陈婷？我立即给陈婷打电话，告诉她我的老毛病又犯了，让她来接我。等陈婷到的时候，赵兰正在和一个帅哥聊得火热，我怕陈婷看不真切，还故作意外撞见赵兰，拉着陈婷过去和他打招呼。陈婷和那帅哥简直没法比，陈婷的脸色要多难看有多难看，而赵兰看向我的眼神也充满了怨毒。夜里，我听到了陈婷和赵兰吵架，很快陈婷就出门了，不用想也知道，这个人渣肯定去找那个恶毒女人去了。第二天早上，等我起床的时候，陈婷已经回来了，不过她脸色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难看，反而轻松自然，这让我心里诧异的同时也有些不安。到了公司，在我等电梯的时候，赵兰过来了，她佯装也等电梯，却在我耳边小声说道：“李佳，你以为你那点小伎俩就可以让陈婷讨厌我？你也太高估你自己了。”看样子，赵兰把陈婷哄好了。就在这时，我手机响了，是林杰发来的短信，他中午过来办事，想约我一起吃午饭。赵兰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对赵兰笑笑，中午有个老同学过来，咱们一起吃个饭吧。我就是心里不甘，林杰约我的饭局，我鬼使神差地带上了赵兰。我想，我的初衷只是想气气赵兰，即便她再怎么设计陷害我，如今林杰依旧放不下我。不过吃饭的时候，赵兰对林杰依旧双眼放光，说话也百般温柔。饭后回公司的路上，他对我的态度也好了很多，一个劲儿地说，只要我撮合他和林杰，他就不把我和林杰约会的事告诉其他同事，也不会让我老公知道。威胁？不过我倒是可以顺水推舟了。我问了林杰的意思，林杰沉默了片刻，告诉我他本来也有这个意思，还希望我能配合他，因为他不甘他的爱情被改写，他要报复。没几天，状况发生了变化。这天上班，
我发现赵兰春风得意，穿得花枝招展，还化着精致的妆，一点都不在乎她肚子里的孩子会不会间接吃到她的口红。她看到我的时候，虽然还像老朋友似的对我说说笑笑，不过眼里却有得意。林杰给我发消息说，他们恋爱了，只是赵兰和他在一起最多的话题，竟然是说我坏话，包括当初我失去清白那件事。这让林杰更气愤，无数次想直接甩他几个耳光。不过林杰还真是挺能忍，每天接赵兰下班时，对她还是温温柔柔，一副超级暖男的样子。而赵兰也像温顺的小鸟一样，依偎在高大帅气的林杰身旁，二人就那么甜甜蜜蜜地走了。我以为赵兰和林杰恋爱了，应该就和陈婷断了，我还做了很多假设，不知道赵兰怎么跟陈婷解释这件事。没想到每天夜里，陈婷依旧和赵兰打电话，就像以前一样。赵兰脚踩两只船，她和林杰虽然是假恋爱，不过一想到林杰被绿，我心里还是很不舒服，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林杰。因为不爱，所以也无所谓。不过林杰倒是知道了，赵兰就是我婚姻的第三者。既然都到了这份上，我也不想再瞒着林杰，就把赵兰怀孕这件事也告诉了林杰。林杰，帮人帮到底，你哄着让赵兰把孩子生下来。我对林杰说，我要让他们有家难圆。你疯了？你不想挽救你的婚姻了？林杰有些激动。挽救？然后再给陈婷更多机会害我吗？没几天，林杰告诉我，赵兰想偷偷把孩子打掉，不过林杰看得紧，赵兰一直没机会。我把这件事当作饭后谈资，谈笑间就告诉了陈婷，还偷偷观察陈婷的反应。陈婷一直憋着火，她甚至都等不到夜里我睡着，吃完饭就说单位还有事，急匆匆就走了。陈婷一夜未归，只是在清晨的时候给我发了条短信，说她单位有事不回来了，早餐让我去外面买。短短一条讯息，还有2个错字，这对于一向做事谨慎的陈婷来说，真的很不寻常。我猜她这一夜要么没见到赵兰，要么就是和赵兰吵架了，否则不会这样。别看陈婷对我下手挺狠，对赵兰还真是忠贞不渝。赵兰对她的冷漠都快逼疯陈婷，陈婷几乎天天夜里都出门，有时候早上直接去上班，有时候即便回来，也是又狼狈又失落。她还有意无意地问我做前台的那个高中同学跟我关系怎么样？有空约着一起吃个饭。看样子，赵兰一起躲着陈婷不见她，以至于陈婷都问到我这里了。赵兰的变心让陈婷焦头烂额，倒是没心思算计我了。陈婷的变化我也假装不知道，而且还乐得看她现在这个样子，同时我还得再给他们浇点油，等着陈婷在我面前装不下去了，我就一脚把她踢出家门，让她净身滚蛋。不过我发现赵兰每天一下班就立即离开公司，而陈婷来接我时都会遇不到赵兰，也就看不到赵兰和林杰恩爱的样子。这一天，我通知行政部经理，有个重要客户下班时会来公司考察，让他安排前台先不要急着下班。我注意到赵兰很焦虑，一直看时间，又不安地看着公司门口。林杰每次来接赵兰，都是在公司大堂的休息厅坐着等，一个人喝着咖啡，翻看杂志。前台那几个小姑娘都知道这是在等赵兰，不过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公司大客户。然后陈婷来了，我以加班为借口没出来，站在暗处等着看好戏。陈婷应该有一阵子没看到赵兰了，当她看到她心心念念的那个女人时，眼里的兴奋藏都藏不住。她走到前台，和赵兰有一搭无一搭地说着话，由于还有别的同事，陈婷也不好多说什么。我给林杰打了个电话，告诉他有人正在搭讪他的女朋友。林杰果然放下手里的东西，大步走到前台，瞥了眼其貌不扬的陈婷，然后关心地问赵兰还有多久才下班，他已经约好了餐厅。这下陈婷不淡定了，愤怒地瞪着林杰。可所有人都知道陈婷是我老公，陈婷也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因为另一个女人和林杰吵起来。我又给行政部经理打了个电话，告诉他重要的客户今天有事来不了了，
可以让前台下班了。赵兰像躲瘟疫一样，提起包，拉着林杰就离开了公司。回家的路上，陈婷先是沉默不语，但我能感觉得出来，她简直要气炸了。快到家的时候，陈婷终于没忍住，问我接赵兰下班的那个男人是谁。我故作惊讶，告诉陈婷，那男人当然是赵兰的男朋友，赵兰可都是为他打过胎的，那胎其实就是陈婷的。我又告诉陈婷，赵兰年纪比我还大1岁，这个年纪很多人都当了妈，她才交男朋友，已经够晚了。赵兰有男朋友是好事。当夜，我听到了陈婷和赵兰在电话里的争吵。兰兰，接你下班的那个男人是谁？这几天你一直躲着我，是不是因为他？陈婷压低着声音，愤怒地问。赵兰说了什么？我听不到。片刻后，陈婷气笑了。他不就是长得帅吗？帅能当饭吃？他再帅有什么用？能有我这么爱你吗？我这么多年的付出，你难道看不见？我平静地听着陈婷在电话里质问赵兰，听陈婷的语气，猜到赵兰可能因为林杰跟陈婷撕破脸了。毕竟林杰无论从哪方面都比陈婷优秀太多，别说明眼人，就是个眼瞎的都知道该从两者之间选谁。陈婷沉默了很久，甚至我都以为他们挂了电话。突然陈婷说，你是看上了他有钱？不就是钱吗？我都答应了你，一定会给你好日子，你怎么就不能再等等？而且我们都有孩子了。兰兰，他有市区的房子，我也可以给你买；他有100万豪车，我也可以给你买。你再给我几天时间，求你了，行吗？我的心咯噔一跳，凭着陈婷那仨瓜俩枣的工资，别说市区的房子，就是一个房子里的一个卫生间，他都买不来。还有豪车，他的工资只怕能勉强买得起一个车轮。可他如此信誓旦旦，看来又要准备对我下手了。我不得不再次提起10万分小心。眼下马上就要11国庆节了，我请了几天假，提前休假，直接回了我爸妈家。顺便提一下，由于这段时间没吃陈婷给我的药，我原先各种不对劲的症状都好转了不少，至少不会经常出现幻觉，也没有频繁的头晕恶心。这次回爸妈家，我是开车回去的。车子本来就是我的，陈婷公司门口就有地铁站，我把车开走了，对她不会有任何影响。我的离家给了陈婷更大的方便，我依旧利用保险箱和那部旧闲置手机监听家里的动静。同时，我还给林杰打去了电话，让他今天先休息一下，用加班当借口，先给赵兰放个假。林杰似乎察觉出我这里有动作，当他知道我回了爸妈家，立即跑来找我。我不好在家里见他，便和他约在了咖啡厅。很多事情或许应该让林杰知道更多，免得林杰最后再次被赵兰和陈婷摆一道。在包间里，我打开免提，拨通了我放在保险箱里的那部手机。电话里传来了陈婷和赵兰的声音。陈婷果然把赵兰又领回家了。兰兰，你和那个人根本不是一类人，他就是玩玩，你千万别上当。陈婷急着说道。林杰诧异地看了我一眼，用眼神询问我这是怎么回事。我给他做了个噤声的动作，继续听着电话里的动静。电话里，赵兰冷哼一声，陈婷，我给过你机会，也给了你好几年的时间，可你给我什么了？我和林杰是不是一类人，不用你操心，我只要做了他老婆，他所有的东西就都是我的。横竖我就是想当有钱人，既然你不能给我，怎么我还不能找别人了？可我们的孩子怎么办？陈婷怒吼。林杰冷笑一声，赵兰打胎不成，一直想诱惑我上床，看来是想让我喜当爹了。听着自己老公勾搭上曾经的闺蜜，本来是件挺愤怒的事，不过林杰的话差点让我笑喷。那你可要绷住啊，看看赵兰的肚子起来了后，她怎么跟你解释？我笑着打去。我俩这一说话，倒是忽略了电话里陈婷和赵兰的对话。我隐约听到什么1个月的时间，不知道这是个什么约定。然后没多久，陈婷竟然把赵兰给哄好了。再然后干柴烈火，就在我家里碰撞中火花。听着那不堪入耳的声音，
我都能感觉出旁边的林杰气息有些不稳了。我急忙告辞回家，因为我发现，在林杰炙热的目光下，我竟然对他还有余情。可我现在还有什么资格爱他？我还有什么资格被他爱？很快就到了国庆节，陈婷突然提着很多东西跑来我爸妈家，还说最想吃我妈包的饺子。我爸妈笑着说：“想吃就过来吃，你怎么还自己带面粉呢？怕家里的面不够你吃？”陈婷的解释是，这面粉包饺子最劲道，还说就用这个吧。我和我妈包饺子，陈婷就像个大孝子一样，陪我爸下棋聊天，一副其乐融融的样子。可我总觉得哪里不对。等饺子都包好，已经下锅煮的时候，陈婷的手机突然响了，她当着我爸妈的面接通了电话，一本正经地说了几个好的，然后就急着出门。爸妈，单位突然有点事，让我过去看看，毕竟我是主任，出了事我也麻烦，饺子你们先吃，给我留点就行。他说完急匆匆就走了。我爸还纳闷地说，这都过节了，单位都放假，哪儿还会有什么突发事件？饺子就得趁热吃，那种挂着汤、冒着热气的饺子才最好吃，否则怎么叫水饺呢？我妈还做了2道凉菜，准备让陈婷陪我爸喝2杯。小婷买的橄榄油真不错，拌凉菜就是好。我妈端着菜赞扬道。我爸夹起一个饺子刚要吃，我突然意识到什么，只是还没想明白，下意识的就打掉了我爸筷子上的那个饺子。你这孩子都多大的人了，怎么还毛手毛脚的？好好的一个饺子掉地上了，多可惜！我爸埋怨，刚要夹另一个饺子，而我吓得脸都白了。这饭不能吃，我脱口而出。我爸妈刚要说我，发现我脸色不对，不像开玩笑，这才认真了起来，问我怎么了。我和陈婷结婚这么久，她每次来我爸妈家，最多就是带几个苹果，更多的时候都是空着手。而这次桌上用所食材几乎都是他带来的，我不能确定这里有没有问题，可我更不能对我爸妈说。我只说这些都给陈婷留着吧，我现在特别想吃火锅，然后不顾我爸妈百般询问，带着他俩去家附近的火锅店吃饭去了。正如我猜测的那样，陈婷一直到晚上都没回来，只是发了条短信，说单位的事情多，让我们不用等他了。我并没给他任何回复，一心等着我做药检的朋友给我消息。下午的时候，我趁我爸妈午休，把那些饺子、凉菜，还有陈婷带来没用完的所有东西都带给我朋友，让他看看这些东西有没有问题。晚上10点多，我朋友直接给我打来电话，惊恐不安地问我，那些东西都是哪儿来的，有没有人吃过？我知道那些东西果然有问题。我朋友告诉我，面粉里含有大量的罗红霉素，橄榄油里混有复方甲氧内明胶囊药粉。如果这2种东西单独吃，虽然对身体不好，但不会要命；但如果混在一起吃，会让人离奇死亡。我听完，一颗心紧紧揪在一起。我爸妈家一直有吃饺子拌凉菜的习惯，陈婷正是深知我爸妈家的习惯，才会利用这一点要害我们。我后怕的一身冷汗。我朋友也察觉出事情不对劲，想要报警。我告诉他再等等，毕竟没出人命，而且只是2种药物。如果陈婷想要辩解，他还是很容易摆脱法律的制裁。第2天一早，陈婷来我爸妈家了。我刚听到敲门声，立即起身给他开门。他可能没想到会有人给他开门，当他看到我时，就像看到鬼一样，吓得他结结巴巴地问：“你怎么没事？”我笑笑，问他我应该有什么事。他也后知后觉，发现自己说错了话，这才故作轻松地问：“昨天一直在加班，都没来得及吃饭，家里还有饺子吗？”这是在试探我们有没有吃饺子和凉菜。我一边往屋里走一边说：“还说呢，你买的肉馅都臭了，最后只能狠心都扔了，只能说你太没口福。我给你煮碗面吧，正好用你买的橄榄油。我妈一直夸你买的橄榄油不错。”“不用不用。”陈婷立即说道，“我不喜欢橄榄油那味儿，普通的香油就行。”“也行。”我说道，“对了，家里的挂面没有了，你昨天买的面粉还剩不少，
我用那个给你做面片汤吧。别，陈婷慌了，太麻烦了，还是煮点粥就行了。我心里冷笑，如果不是怕我爸妈误食那面粉和橄榄油，已经被我扔了，我还真想用那些东西给他做碗夺命面片汤。当天晚上，我又监听到赵兰和陈婷吵架。赵兰的意思我也听明白了，她脚踩两只船，陈婷听话好控制，林杰帅气却不能给赵兰安全感。毕竟他俩不是一个层次的人。而赵兰则是谁跟他结婚，他就跟谁。在陈婷还没有摆平我这边的时候，赵兰就那么吊着陈婷。接下来的2天，陈婷毫无动静，连家里都监听不到任何声音。我心里也开始打鼓，毕竟就手机后面只连着充电宝，那东西用2天就没电了。等手机和充电宝都没电了，我就听不到家里的动静，也就不能知道陈婷下一步的行动。性命攸关前，被动可不是好事。就在我准备第2天回去时，陈婷知道我在和以前的同事吃饭，就给我妈打了个电话，说她单位的事终于弄完了，想第2天带我和我爸妈去郊区郊游，住农家院。秋高气爽，本来就是出去游玩的好时节，我爸妈自是高兴。我妈兴冲冲地准备了1天，买了好多水果、零食、饮料。我爸还让我提前把车加满油，省着第2天在路上加油浪费时间。我本来不想去，不过看我爸妈这么期待，我也不好让他们扫兴。我想着出去玩有那么多人，陈婷也不好做手脚吧，何况这些吃的东西，要么是我妈亲手做的，要么就直接下馆子，陈婷没有下手的机会。按照陈婷和我妈事先的计划，一大早我们3个先开车回我家接上她，然后再直接奔郊区。11期间出门游玩的人多，我怕路上堵车，和我爸妈早早就出门了。我爸妈家是个老旧小区，当年盖楼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多私家车，所以小区也没停车位，更没停车场。有车的业主都是把车直接停在小区的马路边上，我也不例外。为了防盗，我还在方向盘上加了把大横锁，就是汽车专用的方向盘锁。上车后，我刚要开锁，突然发觉不对劲。由于习惯问题，我每次锁方向盘，锁头都是朝右上方，而此时大锁的锁头却是朝着左上方。我下意识地问我爸，昨天是不是用了我的车？我爸说他又不是没车，干嘛要用我的车？他才不会给我讹他油费的机会。而我妈根本不会开车，家里就这几个人，到底是谁动了我的车？我突然不安了起来，看看蒙蒙亮的天气，此时街上还没几辆车，每过1辆车都嗖嗖快。我跟我妈说，时间还早，估计陈婷还没起床，让她回去再煮1锅茶叶蛋，毕竟去郊区，万一吃的东西都不干净，就指着茶叶蛋填肚子了。可我爸妈怕浪费时间，我只好说我先去接陈婷，反正去郊区也路过咱家。终于把我爸妈劝回去了，我没敢动车，而是直接去了物业。前不久，物业响应国家号召，在小区外围都安装了摄像头，我倒要看看，如果没人动我的车，我的方向盘锁是怎么自己换了个方向。此时物业只有一个年轻小伙子值班，这小伙子我有印象，我妈好像给他介绍过对象，现在他跟那姑娘处得不错。小伙子看到我很热情，左一声姐右一声姐。我说我的车被人刮了，想看看监控是谁干的，好报保险。按规定，这些监控是不能给业主看的，不过毕竟他受惠于我妈，还是给了方便，只说让我快点儿。找到我停车位置的监控，从我饭局回来后，我一直盯着看，人来人往，根本没人在我车旁逗留，一直到深夜。此时街上除了偶尔过往的车辆，已经没行人了。突然一个人影出现在视频里，穿着风衣戴着帽子，鬼鬼祟祟，然后用钥匙进了我车里，在车里待了一阵子。他出来后，我看到了正脸，正是陈婷。我的心再次紧紧揪着，不知道他在搞什么鬼。他下车后并没有离开，而是熟练地钻到了车下。我突然想起来，他说他有个表哥是开修车行的，他在大学暑假的时候还去他表哥那里帮过一阵子忙，
不但学会了修车，还挣了点生活费。他在车底下不知道在弄什么，但我知道他肯定不是在修车。我的心越来越沉，眼睁睁地看着他从车底下钻出来，又打开前车盖，捣鼓一阵后，再次进到车里，把车子启动。大约过了10几分钟，他才熄掉引擎，重新把方向盘锁锁好，然后下车，大摇大摆地离开了。此时，方向盘锁的锁头已经变了方向。陈婷这个王八蛋，上次吃饺子没要了我全家的命，现在就想弄个意外的交通事故。我偷偷把监控拷在我钥匙串上一个常带着的 U 盘上，然后离开物业，回到车上。此时街上的车辆依旧不多，甚至还能看到只有晚上才能进城的大货车。我打开锁，点燃引擎，将车子缓缓开了出去。我试着点了点刹车，果然刹车失灵。看来他是动了刹车盘，又放空刹车油，让这场事故看起来只是我的车子没做好保养导致的。我一直开得很慢，而且也没赶上主路。在闯了2个红灯后，我将车子直接开进了绿化带。我受伤了，虽然伤得不重，但还是进了医院。我用我的受伤，终于阻止了这场出游，也击碎了陈婷的这次谋杀。陈婷和我爸妈都闻讯到了医院。陈婷虽然表现得很着急，很心疼，但我依旧从她的眼睛里看到了失望与怨恨。想不到2次算计挨得这么近，看来陈婷真是等不及了。看着我身上的绷带，还有我妈哭红的眼圈，我的心真是凉到了湖底，也恨到了极致。林杰不知道从哪儿知道我受伤的消息，一下夜班就赶来看我。他是医生，先是找我的主治医生问了我情况，这才回到病房，满眼心疼地看着我。佳佳，告诉我怎么回事？你不是做事这么不小心的人。而且来之前，我问过我在交通大队的朋友，你的车，你是不是提前知道了？否则刹车失灵，不死也是重伤。憋在心里的恐惧和委屈，在林杰温柔的声音下，我再也藏不住，失声痛哭了起来。深夜总是会给人莫名的胆量和勇气，还有说不清的无助。我把陈婷害过我的事全盘说了出来。林杰听完，愤怒地红着眼睛，低吼道：“这2个混蛋，我去找他们算账。”别去！我拉住了林杰，你找他们打一架又能怎么样？将秘密分享出去后，我的心里松快了不少。整理心情后，我把我的计划说了出来。这里需要林杰的高度配合，因为他是男主角。林杰问都不问，爽快答应。接下来的1个星期，林杰就像消失了一样。我在医院住了3天就回家了。陈婷只是每天打来一个电话问问，人倒是没来。充电宝和旧手机都没电了，我也不知道陈婷和赵兰现在是个什么情况。11的假期过得很快，不过我爸担心我身体，亲自给他老部下打电话为我请假，还不让我出门。不去上班，看不到赵兰，也看不到陈婷和林杰，让我两眼一摸黑，心里只剩彷徨。时间一晃就是2个星期，陈婷只在周末的时候来过1次，待了没半个小时就匆匆走了。我和林杰实施计划的日子就要到了。10月30日，周六，在忐忑与期待中，终于等到了这一天。北方的10月底已经很冷了，不过一想到仇人就要在我和林杰的计划下伏法，我心里就畅快，还是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。这是场盛大的典礼，我得带着陈婷一起去。起初陈婷并不想去，还一直问我是什么事。我担心她看出破绽，告诉她是同事结婚，一起凑凑热闹。世纪酒店前门停着一排排豪车，大红喜字，彩色气球，是有人结婚，而且结婚的人就是林杰和赵兰。赵兰也没想到我和陈婷会来，当她看到陈婷时，眼神先是闪躲了几下，只是看到打扮精致的我时，还是像只急于炫耀的孔雀，不为陈婷要吃人的眼神，骄傲地走到我面前。李佳，真没想到你会来参加我和林杰的婚礼。上学的时候，人人都羡慕你和林杰，是不是你也没想到，林杰最后娶的会是我？赵兰笑得很嘚瑟，还一把拉过林杰，轻易地挽着他的胳膊。林杰装作跟我很生疏的样子，对我只是礼貌地点了点头，
反手搂着赵兰的纤纤细腰，低头对她轻柔地说道：“今天你还小日子呢，站了这么久，腰酸不酸？”我一愣，再看赵兰的肚子，果然扁平扁平的。回想起我刚刚入职赵兰所在的那家公司时，我还特意注意了她的肚子，当时虽说不是很鼓，但也有轻微的隆起。哪有怀孕的，肚子还越来越小的？而且小日子的意思，我瞬间明白，看来赵兰真是狠心啊，连自己的亲骨肉都不要了。我看向林杰，眼神询问他怎么回事，不是让他喜当爹的吗？林杰苦笑了一下，看来他也没看住赵兰，还是让赵兰把孩子打掉了。我又看了眼陈婷，她还在愤恨地瞪着赵兰和林杰，似乎没明白刚才林杰那话里的意思。我顺水推舟，补刀道：“赵兰，你来例假，穿白婚纱可要小心点儿，蹭上颜色就出丑了。”这回陈婷终于听明白了，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，不敢置信地看着赵兰。我心里冷笑，这个250，赵兰都嫁作他人妇了，怎么可能还会留着她的孩子？她以为她陈婷是谁呀？赵兰听到我的话，显得有些不安，想回头看，可在大庭广众之下做出这个动作实在不雅，便小声问林杰：“老公，你看看我后面没事吧？”林杰瞥了眼她的裙后，又看了我一眼，小声说道：“要不你去趟卫生间吧。”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赵兰提起裙子就往卫生间方向跑。林杰客气地招呼我和陈婷坐到嘉宾席，可陈婷所有注意力都在赵兰身上，见赵兰是一个人走的，她马上说：“我也去趟卫生间。”他们俩人都走了，我小声问林杰情况怎么样，林杰让我别担心，他都安排好了。我和林杰原本计划让赵兰将陈婷引到休息厅，那里有个隐形摄像机，可以将他们私下对话转播到大屏幕，让所有人知道他们的奸情。不过计划赶不上变化，陈婷眼看着自己的女人就要嫁给别人了，她真是急红了眼，都等不到和赵兰到个没人的地方，就拉着赵兰质问了起来。这里宾客众多，赵兰也许是心虚，见陈婷拉着她不放，一把甩开陈婷，翻脸道：“你有病啊！没事缠着我干嘛？我是林杰的妻子，你滚开！”陈婷先是一愣，随后大吼道：“兰兰，我为你做了那么多，你怎么可以嫁给别人？”这时已经有人注意到赵兰和陈婷这边，大家的谈笑声越来越小，都纷纷看向他们。我和林杰对视一眼，心照不宣的默契让我们明白彼此的想法。我们疾步走了过去，可赵兰动作更快，拉起林杰，也不管雪白婚纱上是不是会沾上姨妈红，快速走向舞台，迫不及待地催着司仪快进行婚礼。刚才小插曲让司仪有些蒙圈，见新郎林杰黑着脸，他也不敢耽误，在浪漫的音乐下，大声问向林杰：“你愿意娶赵兰小姐吗？爱她，忠诚于她，无论她贫困、患病或者残疾，直至死亡。”在赵兰期盼的目光下，林杰还没说话，陈婷像疯了一样冲了过去，夺过麦克风大声说道：“我不同意！赵兰是我的女人，除了我，谁也不能娶她。”嚯！现场一片哗然，不过这里有太多人不知道陈婷的身份。赵兰慌了，她语无伦次地说道：“你有病吧？你有老婆，没事缠着我干嘛？我根本不认识你。”“不认识？你现在说不认识我？”陈婷红了眼睛，质问赵兰：“兰兰，你不是说只爱我一个人吗？我为了你，当年害了李家，东躲西藏1年多才没有让警察抓住。我听你的话，跟他结婚，甚至还亲手打掉了我和他的孩子。还有，我一次次害他。”住口！就在众人还没明白陈婷说的这些事时，赵兰脸色煞白，突然尖叫一声：“疯子！你是疯子！你满口胡说八道！”提到我的曾经，我以为我可以平静接受，可真被他们说出口，我只觉得心口生疼生疼的，怒火再次将我燃烧。我冲上舞台，隐忍着狂扇他们的冲动，咬牙切齿问赵兰：“我一直拿你当朋友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”林杰也全身怒火，赵兰打了个冷战，却还是拉着林杰小心说道：“林杰，他胡说的，你千万别信，
咱们正在结婚呢，先把婚礼程序走完吧。想要结婚？可以，先把眼前这事说清楚吧。林杰轻扶着我，冷冷说道。赵兰见林杰如此态度，也着急了。可陈婷此时偏偏又说道：“兰兰，你想要什么，我都可以给你。这个男人能给你的，我也都可以给你。求你，求你别嫁给他，好不好？”“你凭什么这样要求我？”赵兰怒吼道。“我爱林杰，他有的你根本不会有。我劝你对我还是死了这条心吧。”婚礼有人来闹场，还是新娘朋友的老公。此时已经有嘉宾不怕事儿大地拿出手机拍视频，并传到网上了。陈婷见赵兰如此决绝，她一瞪眼睛：“你不能嫁给那个人，你还怀着我的孩子呢。”赵兰脸色更白，她惊恐地看向林杰：“林杰，你听我说，我根本没怀过孕，你不要听他瞎说。”我轻轻回头看了眼宾客席的位置，此时一个帅气却也流里流气的年轻男人走了过来。他直接揽过赵兰，挑着赵兰下巴，轻笑道：“兰兰，怎么，咱们刚分开几天，我的儿子就成了别人的了？还是说，你当初怀的就不是我的孩子？”这个男人正是那晚在酒吧与赵兰说笑的那个男人。事后的第2天，我又去了那家酒吧，找到这个男人，问他和赵兰的关系。原来他是个假富二代，编个有钱爹的身份，专在外面骗想嫁进豪门的姑娘。赵兰主动勾搭上了他，一直想让这个男人娶了她。不过男人只是玩玩，最后赵兰设计怀上了这个男人的孩子。可男人说了，只要赵兰生的孩子是男孩，他就娶她，否则别想。那晚，我给了这个男人一大笔钱，让他在赵兰婚礼上说出此事。此时男人说出了他们的关系，用词之下流，简直不堪入耳。而陈婷也听傻了，特别是这个男人说到赵兰私处的不同之处时，陈婷的脸色变来变去，精彩极了。“你胡说！”赵兰快被逼疯了，她狂摇着头，精心盘起来的头发都乱了，她也毫无察觉。“我没怀过孩子，谁的孩子也没怀过，你们别想诬陷我！”林杰直接甩给他一份医院报告：“赵兰，你跟我解释下，1周前你打胎是怎么回事？”赵兰彻底懵了，她此时看着我和林杰肩并肩站着，似乎终于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。“你们耍我！”赵兰冷哼一声：“原来你们早就在一起了。李佳，我还以为你多忠贞呢。”林杰上前一步，将我护在身后：“赵兰，当年是你造谣，让我和李佳没了缘分，现在你还有脸说这话？事情都被挑明了，赵兰对他的婚礼也不抱希望了。”他摸了摸自己扁平的肚子，笑得一脸得意：“赵婷，如今我也不怕你知道了。你自己也不撒泡尿照照，就你这德性，也就骗李佳，骗李佳给你生孩子。可惜啊，她怀的是你的孩子，可却被你亲手打掉了。而我呢，我始终都没看上你，就是想利用你骗点钱，顺便给李佳添堵，谁让他什么都比我强。我呀，根本不会怀你的孩子。至于那个孩子的父亲，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是谁。夜店里那么多帅哥，反正是谁都比你帅。”陈婷已经气红了眼，肉眼清晰可见的她在全身发抖。赵兰狂笑了几声，突然瞪向我：“李佳，都是你毁了我的婚礼！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”她尖吼着就扑向了我，林杰一把将她推开，将我紧紧护在身后。我心里除了痛与恨，更是百味杂陈。我从林杰身后走了出来，尽量保持镇定，问向赵兰：“我们曾经是同学，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”赵兰微微一笑，表情却突然扭曲了起来：“对呀，我是恨你。我一直喜欢林杰，可谁让林杰眼里只有你呢？还有，凭什么你样样都比我好？和你站在一起，我就像个小丑。而你就像块无瑕美玉，可我偏就见不得别人比我好，我偏要让你这块美玉变成碎玉。”就在这时，礼堂外突然响起了刺耳的警车鸣笛，很快，好几个警员就冲了进来。我大步走了过去，向他们队长说明情况，并告诉他我就是报案人。在被戴上手铐那一刻，陈婷彻底醒了，她疯狂地大叫着：“我不要坐牢！”
这一切都是赵兰指使我干的，他才是主谋，我最多就是帮凶。早在1周前，我就向警方提交了证据，否则他们也不会冲进来就抓人。只不过我手里能拿到的只有陈婷的，赵兰并没有直接害我，想要让赵兰进监狱，只怕我做不到了。陈婷被带走时，对赵兰恶狠狠地发着毒誓：“你等着，等我出来那天，我弄死你。”不过赵兰对陈婷的威胁根本不在意，她愣了会儿神，突然一改刚才的态度，哭丧着脸对我说道：“李佳，你和陈婷的事真的跟我没关系，你看，否则警方也把我带走了不是？”他又对林杰说道：“林杰，我刚才说的都是气话，我以前是犯过错，但那都是跟你好之前的事了。我保证以后一定做你的好妻子，求你，咱们把婚礼继续了吧。”林杰却看也不看他，反倒当着众人的面问向我：“李佳，等你的离婚判决下来了，嫁给我吧。以前我听信小人谗言，与你错失那么多年，今后我一定不会再松开你的手。”我的眼眶湿润了，可我不知道我还有没有勇气再接受如此完美的男人。众人离开，我和林杰也准备离开，赵兰却突然紧紧拉着林杰，歇斯底里地尖叫道：“林杰，你不能不娶我！为了你，我把孩子打了，可你知道吗？我的身子也毁了，我以后再也怀不上孩子了，再也没机会当妈妈了。你必须对我负责。”有病！林杰轻瞥了他一眼，钻进了他的豪车。我站在赵兰面前，冷眼看着这个曾经让我真心以待，她却处心积虑害我的好闺蜜，心里说不上来是什么滋味。赵兰，你知道林杰为什么喜欢我不喜欢你吗？不是因为你的出身不好，而是你和他的三观根本不一样。他认真学习，努力工作，为实现人生价值一直努力，而我也是这样的人，所以我们有共鸣。而你的心思又在哪儿？呵，李佳，你少在这儿跟我说这些大道理。赵兰对我不屑地冷哼：“你家世比我好，起点比我高，你甚至不努力学习工作，就可以过人上人的生活，凭什么？就凭父母是高干？”我翻了个白眼，此时我发现，我竟然跟赵兰根本说不到一个频道去。我是那个意思吗？还是他只是活在他自己的思维世界里？赵兰，我深吸一口气，我已经没耐心再跟他说话了。临行前，我最后说道：“你想嫁有钱人，首先你得有他们看得上的条件；你想当有钱人，你得有赚钱的能耐。欲戴王冠，必承其重。”钻进林杰的车子后，我似乎听到赵兰对着我们嘶吼：“李佳，你这个贱人，我一定会嫁进豪门，一定会把你们踩在脚底下，你们都不得好死。”3个月后，春节前夕，我和陈婷的离婚判决终于下来了，我恢复了单身。同时，我还听说陈婷被判了刑。审判时，她一直紧咬着赵兰，让赵兰也被判了刑。再后来，大约又过了半年，我的生活已经摆脱了陈婷和赵兰留给我的阴影，我也在积极恢复着我的身体。我又听说，出狱后的赵兰因为不甘心做个平庸的人，依旧一心想当有钱人，竟勾搭上了一个有老婆的有钱大叔。而那男人的老婆是个狠种，知道赵兰这个第三者后，找人将赵兰狠狠教训了一顿，把赵兰的脚给打断了。送进医院时，全身血淋淋的。那女人还扬言，日后看见赵兰一次就打她一次，让她趁早滚出这个城市。赵兰有没有离开这个城市，我不得而知。不过我倒是从当医生的林杰那里得知，赵兰以后怀不上孩子是真的，以后成了残疾也是真的。